看这顿饭的丰盛程度，我说是在荒野求生。隔壁的贝爷听了都得直摇头。要说贝爷输在哪，那必定是没有带上一位厨师。这档节目是由2个人组成的。乔西·詹姆斯是一名来自新西兰的捕猎高手，最拿手的武器是长弓；而马特·特巴特是一名来自英国的著名厨师，最擅长的是烹饪各种野味。现在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，要去世界上最原始的地方求生，并且在7天内利用最原始的食材做出最令人惊艳的美食。这里是保加利亚南部的罗多比山脉，专业的人都知道，在这片区域里各种动物遍地蹦跶，对猎人和厨子来说简直就是自助餐的天堂。2人刚刚抵达就开始为吃饭做足准备。猎人向厨子显摆自己百发百中的弓和一扎一个准的刀，厨子也不甘示弱地展示起了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百年老锅。展示环节完毕，2人各自背着自己吃饭的家伙前进。在野外生存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水源，可走了大半天水源没找到不说，天空还出现了雷雨云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必须要赶在雨水降临之前找到水源安营扎寨。等2人穿过山崖后，不远处出现了一条小河，水资源得到解决，接下来就是寻找一块平地扎营，而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就在猎人准备搭建一个单坡屋时，周围传来了一阵阵狼嚎声。厨师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的心里有点发毛，整个氛围变得让人压迫而不安，但手上的工作却不能有丝毫的停留。此时天空也乌云密布，下起了雨，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来的第1天就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容易让厨子崩溃。于是他立马躲进帐篷里，只留下猎人独自在雨中完成剩下的工作。雨下了2个小时，等乌云散去，猎人也完成了单坡屋的搭建。厨子看着雨后清新的山林，决定整点活。这是山毛榉的叶子，用它来煮个茶再好不过了。而另一边的猎人则是负责生火。但紧接着搞笑的一幕发生了，由于锅里的水太多，厨师一时没注意，居然浇灭了猎人好不容易升起来的火堆。猎人看着一脸尴尬的厨师，气得只想嘴动发传电报，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这茶喝得真让人窝火。接下来2人决定出去寻找一些食物，如果在野外碰到这玩意，千万不能一脚踩下去，因为这是羊肚菌，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顶级食材，在外边卖的齁而贵。同时猎人也拿着弓箭到处寻找目标。突然几只没有眼力见的山羊闯入了视线，猎人看着蹦跶的烤全羊势在必得，他脱下鞋子打算悄咪咪的靠近放箭，没成想惊动了山羊，撒丫子就跑。猎人愣在原地，满脸写满了无语。另一边的厨子又有了惊人的发现，他找到了一大片的醋浆草，是同样媲美羊肚菌的顶级食材，香气浓郁，口感酸甜，吃在嘴里让人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虽然厨子找到了一些高端食材，但奈何量太少，2个大男人一起分食未免过于寒酸。好在厨子去打水的时候发现河里有鱼，于是喊来了猎人，想要让他抓点鱼吃。可猎人十分为难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工具，空手捕鱼的难度可是相当大的。于是猎人劝说厨子去抓，心里盘算着等他不行了自己再上，这样就能显示自己的厉害了。但没想到厨子一击命中，刚下水就抓到了一条，猎人只好尴尬地笑着。紧接着厨子又抓到了好几条，猎人看着憨憨的厨子，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，傻人有傻福。不过庆幸的是，经过一番折腾，总算能吃到肉了。接下来就来到了厨子的专场，先把处理好的鱼肉放入锅中，然后把羊肚菌切成块，接着多放一些山毛榉的叶子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上20分钟。真不愧是顶级厨师，即使在野外也十分注重菜品的色香味。等到起锅时再撒上一点醋浆草，我要是不说，谁能看出这是在野外环境做出来的呢？猎人似乎也被他的厨艺所折服，一口接一口吃得停不下来。厨子告诉猎人，如果这些羊肚菌搭配上其他的肉，口感会更上一层楼。听到这，猎人在心里默默发誓，明天一定要抓到猎物。第2天一早，猎人就带上自己的装备，信心满满的出发。可谁能想到天空不作美，山林里又下起了雨。除了倒霉的猎人，剩下的动物都去躲雨了，压根没有出来觅食。惆怅的猎人坐在石头上，心想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远方传来山羊的叫声，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。于是猎人再次小心翼翼地前进。有了上次的教训后，他不敢贸然出手，只好跟在山羊的身后，直到把他给跟丢了。这边饿得想啃树皮的厨子，左等右等也不见猎人回来，随即便自行出去觅食。好在运气不错，发现了一窝鹌鹑蛋，这可把他给激动坏了。今天就打算吃个羊肚菌炒蛋，味道可以说是好吃到无敌，就是可惜没能和心爱的猎人一起分享美食。回到一直没有收获的猎人这边，此时他的心情十分低落。如果这次空手而归，必然很丢人，甚至都开始质疑起了自己的专业能力。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决定必须要带点什么东西回去，以巩固自己作为猎人的地位。突然，他在附近看到了那只屡次在自己手里逃走的山羊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猎人屏住呼吸摸了过去，然后瞄准目标，蓄力一击。看着到手的猎物，他重新燃起了作为猎人的信心，恨不得立马空降在厨师眼前炫耀自己的胜利果实。但由于狩猎的时间过长，此时天色已经渐黑，猎人只好带着遗憾决定独自睡一晚。肚子饿了一天，他决定来个烧烤羊心补补身体。不得不说，野生的就是好吃，一口下去，外焦里嫩，香味四溢。第2天一早，
猎人迫不及待地背上自己的战利品，赶往营地。此刻的他异常兴奋，就连走了9公里的山路也不觉得累。直到看见厨子的那一刻，猎人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傻白甜厨子看着肥硕的羊竖起了大拇指。猎人本想坐下来，打算好好给他讲讲自己的狩猎过程，但厨子却迫不及待地准备起了烹饪工具。面对这份昂贵的食材，他要做个烤全羊，一次性吃个够，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等待的时间里，厨子还用羊肚菌做了一锅羊肉汤。2个小时后，美味的烤全羊香味四溢。看看这肉质，看看这色泽，厨子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立刻竖起了大拇指。果然野生的肉就是紧实又弹牙。接着将羊肉切割成小块，坐下来细细品味，再沾点羊肚菌汤，这谁吃了不得香个大跟头啊！厨子和猎人对这一餐吃的是非常满意，笑声响彻整个山林。那么本期他们的挑战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